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在上一集里面，我们对奴隶制和我们的殖民地做出了决定。那么在这一集里面，德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尽管迫在眉睫的经济困境已经解决，但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日后的经济发展早做打算。其他大国始终在享受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德国经济相比之下就要逊色很多。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就业或者正在接受教育，但那些巨头仍然在垄断就业市场。他在几年前便早已预料到，他心怀恐惧，竭尽所能避而远之，但如今再也无法逃避了，是时候再把经济部长叫过来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经济基石是那些健康、自由的经济环境中充分竞争的中小企业。得益于这些企业，中产阶级的幸福感得到了极大满足，工人阶级有了工作，上层阶级也得到约束。更重要的是，它防止了经济垄断，而这正是我们30年来一直试图扭转的局面。蓝领培训项目极大地激励了工人阶级，现在轮到企业家和小企业主接受我们的资助了。德意志银行提供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将有助于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生存下去，中产阶级将因此更为富裕。同时，由于中产阶级是我国缴纳税款的中坚力量，因此中产阶级的富足也能让国家的钱袋子更充实。这几家巨头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极度膨胀，以至于普通德国民众对其小型的竞争对手活动一无所知。希特勒及纳粹党构建的战时经济体制，使得这些巨头能够无情地碾碎以前的中小企业，并在政府支持下加固这一体系。从今以后，小型企业将恢复其原有地位，重新成为德国的经济支柱。很明显，削弱那些巨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没有生意可做。在过去30年里，几乎所有的政府与军事订单都被授权于国内的4大巨头，而无数前途无量的小企业却被残忍扼杀。是时候给这些出色又勤奋的商人一个跟政府做生意的机会了。依照元首令，之前给几家巨头的订单将被逐步取消，并重新分配。与此同时，经济部长将和工商界代表磋商，共同起草新的订单。国会和其他人都已经表示赞成，现在只需要总理府点点头就好。百货商场上的货架摆满了被打上各种标记的商品，军用装备也被打上10几个不同工厂制造商的标记。新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专利将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般走下国家审批的传送带。德国消费者们终于可以从我们努力生产的产品中获益，人们再也不用强制自己购买国内大企业生产的品质低劣的产品了，消费者的信心因此将大幅提升。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德国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纳粹党对于教育年轻人毫无兴趣，除了灌输希特勒的教条之外，在教育方面毫无建树，并将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永远蒙羞。鲍曼曾经发表过一条臭名昭著的言论，声称每个受过教育的头脑都是潜在的敌人。但我们现在为年轻人和其他在希特勒时代错失良机的人开创了一条希望之路，我们会尽快就改善教育水平大幅拨款。除了少部分人以外，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都表示支持，这对我们意义重大。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今日的年轻人将取代现在这些权力中心人的位置。蓝领工作的复兴起了个好头，但工人阶级的主体仍然是没有技术的劳工。这些工人或许能创造一些价值，但肯定比不上有文化的工匠。受过教育的工匠越多，国家能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既然你不会把一个未经训练的征召兵送上战场，那你也不应该让对土木工程一窍不通的年轻人去造房子。我们将在全国建立更多技术学校，普及职业教育，并削弱大型企业对手工劳动的垄断。这个曾经由奴隶占据的产业将再次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我们的改革培养了一代强壮可靠、不再受军事约束的新青年。谁能想到，那群曾经被打上好吃懒做标签的年轻人，能效仿他们的父辈在往昔美好时代的所作所为，如此渴望建功立业。或许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新一代工匠精神的兴起与工人阶级荣耀的回归。就业数据自30年代中期4年计划以来，我国失业率下降还从未如此惊人。然而这次我们成功并非依靠纸牌屋，而是建立在铁石铸就的坚固堡垒之上。青年是我们行动的核心，我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是他们掀起了对腐败的反对，在内战中流血牺牲，元首理应授予荣耀，纪念他们的牺牲。如今战后的一代人得以见到我们向其父母承诺过的德意志面貌，一个在希特勒统治下永远不可能呈现的德国。
那些仅仅还是孩子的男男女女，如今可以带着自己对未来的期望茁壮成长。这是真正的自由，是所有孩子最为渴求之物。元首很荣幸能让这一切得以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前景从未如今日这般光彩夺目。为了救济德国民众，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说句实话，变化屈指可数。现阶段主要的变化仅限于就业和教育机会的增加，成本低廉、广受欢迎的改革方案已经明了，那便是适度增加失业救济。这比台面上那些现有的方案需要更大的投入力度，但这无疑能让那些指责政府在救助长期失业者方面行动不力的批评家通通闭嘴。作为希特勒所谓反资本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几十年来，除了那些特大企业，几乎所有人都被税收压榨得不堪重负。然而，事实上，他的一系列税收政策最终却让那些奴隶主以及他极力抨击的堕落的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降低税率能大大减轻中低收入者的压力，他们占据了德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也是消费主力。消费者拥有了更强的购买力，从来都不是什么坏事，而增强德国民众购买力可以实现良性循环，这是国家和人民的双赢局面。30多年来，德国普通民众终于第一次享受到和美国、日本民众同等的生活方式。父母有能力供养孩子，高速路上跑满了经济适用车，新兴企业从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经济成果有如金秋时漫山遍野的小麦，静候税务官的收割。然而，令所有人乃至元首本人都无比困惑的是，这条通往繁荣之路未免也太过顺利了。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下辛苦劳作几十年，始终相信元首的承诺，相信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或许元首不太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很久以前，工人阶级为了摆脱困境而转向激进主义，面对富人的作威作福，他们深陷绝望与愤怒之中，很容易被布尔什维克甜蜜的谎言蒙骗。这种长期问题的解决方法显而易见，给他们想要的。工人们想要工作，他们只想要踏踏实实过好日子，养活自己。可以说，阶级合作这块被遗忘了的基石，挽救了今日的局面。德意志涅槃重生，由机能失调的混乱政权变成了真正的经济强国。昔日的天方夜谭，如今也已成为现实。外国的经济学家和鹰派扬言德国即将崩溃，如今一言不发。随着国家大力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德国内部尚有数千万奴隶，他们渴望自由，渴望重返家园。我们在欧洲的新秩序受到了各方挑战，德国要再次伟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么现在时间到了1966年3月20日，随着我们完成了新德国的国策，德国的又一部分改革也已顺利完成。至于德国更多的改革，我们就放到下一集来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